好，那请战哥跟我们新浪娱乐的网友打个招呼。好，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战。Hello。那欢迎战哥来到我们微博之夜。然后今年其实也是你入行10周年啊。是。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了，对。自己觉得这10年走来是快是慢？很快，挺快的。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过得很快，所以感觉一切好像都变化了，但是感觉又没有变化。然后说到今年，其实也是你事业上的一个节点嘛，就是主演的电影要进军春节档了，这个全年可能最大的也是竞争最大的档期。是。所以你自己会有压力吗？我吗？我觉得片方会有压力吧，我还好。因为我已经尽全力的去饰演了这个角色，然后去出演了这个电影，所以答案就交给观众，然后跟市场就好了。我记得2019年采访你的时候，你说过最喜欢的金庸笔下的这个人物是杨过。杨过。对，然后这次是演了杨过的郭伯伯，是，也是挺有缘分的。所以你觉得这2个经典人物在你心中这个分别有什么样的魅力呢？所以这可能就是命运的安排吧。杨过对于我来说，他可能是桀骜不驯、放荡不羁一点。其实我能在郭靖身上找到很多属于自己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很执着。我这样说好吗？我觉得他很善良，但是我好像有自夸的嫌疑，就是至少是想要做一个好人吧。那你觉得就是金庸笔下这么多大侠，跟你精神内核最像的是谁？当我演完郭靖以后，我觉得是郭靖。那除了刚刚说的善良，然后执着，还有没有你觉得跟他比较相似的地方？不能再说了，再说就感觉在夸我自己。我觉得郭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到这次跟徐克导演合作，然后大家都发现这名字很有缘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对，所以你们2个是什么时候有意识到这个还挺有缘分的吗？就这个名字上的缘分。刚是吗？刚刚你跟我说，然后我意识到了，对。就很多影迷可能都在这么讨论。是，挺有意思的。对，那说到徐克导演嘛，大家都说是一个卷王遇到了另外一个卷王，就是卷王演员遇到了卷王导演。其实我不是卷王，我觉得我要向他学习，他是一个很拼的人。他真的很热爱电影行业，然后他是有一种奉献精神，所以我要向他学习。我们都知道，就是徐克导演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手绘分镜非常的厉害，然后战战也是学这个美术的，所以你们2个有在这方面交流一番吗？因为现场都拍摄比较的，可以这么说，比较严肃，然后再加上现场拍摄都各个部门配合的比较紧密，所以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讨论分镜的这个绘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有幸在旁边亲眼目睹了导演亲手手绘分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很神奇。我们都知道徐克导演是一个就是经常要亲身上阵的去示范的这样一个导演，所以这次有这样的经历。现在依旧是这样。我记得我们在内蒙的草原拍大叶的时候，有一个动作戏，然后导演自己就亲自上阵，然后在那儿打招啊、旋转啊什么的，然后周围一旁的人都很怕他摔着，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2、3点了吧，然后以及那天晚上风特别大，风沙特别大，导演一定要自己亲自上阵，然后示范，所以每个人都哇天啊，都很紧张。你现在在微博之夜被拍到疑似在练习降龙十八掌的手势啊，现在可以给大家揭秘一下吗？其实我是在拍射雕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练了一下8级蹦，所以会有一些招式，感觉可以让自己的一些不安的情绪然后排解出来，让自己沉淀下来。对，所以可能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这次的经历，整个的武术训练，你觉得这个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我觉得因为导演他追求的是一种真实感，所以我觉得整体对于我来说都不太容易。当然最难的应该是导演要求的那种出招的寸劲，所以要找到那种感觉发力点。动作上面是怎么样去实现他的这种要求的？动作其实很多时候导演都是自己会设计一些动作，对，他会自己设计一些动作，然后在现场交给我们，让我们去学。那这次的降龙十八掌会非常的酷炫吗？卖个关子吧。对，大家都要去电影院去看。对，大年初一然后去电影院看。你刚才虽然否认了自己是卷王啊，但刚才庄大飞来的时候，他就说，庄采访过了。对，他就是说，他心中的肖老师是这个班长，就是带着他们一起全班的训练的这种感觉。是吗？庄其实也挺卷的，然后他特别的鬼马。庄还分享了说，你们还会在片场一起喂小马。对，他的那一批叫蒙古王，我的那一批叫小红马。这名字是自己起的吗？他的那一批好像就是那个马的名字，叫蒙古王，然后我那一批是片中的那个名字小红马。其实到后面跟马的感情都特别的好，走到哪儿他们都会跟着，特别神奇。
所以我觉得动物是有灵性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郭大侠是团队的精神领袖、定海神针的这个定位啊。那生活中的小展在朋友圈里面更喜欢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我吗？聆听者吧。对，我喜欢听别人说，自己表达的可能没有那么多。那可能更多的表达，我们这次在这个音乐专辑《我们》中有听到啊，这个发布的新专辑大家也都很喜欢。谢谢。先问一下这个专辑名《我们》怎么解读？我当时回顾了一下，其实我无论是发信息也好，还是跟朋友聊天也好，谈到最多的2个字其实就是我们。那为什么人会在说我和你的时候习惯性用到说是我们呢？所以我是认为说，那你和我还有他，我们组成了这一个社会群体跟这个链条，那我觉得逃不开的就是我们。所以我想通过这些歌曲来表达我的一个想要表达的一些想法，想说的一些话，可能无法通过语言去描述，但是可以通过歌曲然后表达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在这个我们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我。因为这次有很多你也参与了，就是作词的部分嘛，可能也很多的表达通过作词表达出来了。那想知道自己参与作词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很奇妙，因为我是有时候会，比如说有一些感觉的时候，我会自己写一些文字，可能是一些词语，可能是一小句话，然后放到备忘录里面。然后当时，所以他们让我说你要不要自己参与的时候，我想说好啊。我就把之前的一些写的一些碎片，然后拎回来，然后再找一找新的感觉，然后写进去。那你这次创作中，你印象感触最深的一句歌词是什么？我知道不要回头的方向，一定会。我知道不要回头的方向，一定会跌宕。对，这一句。我们还赚到了一句清唱。因为脑子突然宕机了一下。这个不要回头这首歌其实4个字就很有力量，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歌名是你自己定的吗？歌名其实是好像是我之前在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发过的一个词，所以就是说那也代表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心境，所以就把它拿过来了。所以如果在专辑里面选一首歌最能代表自己的话，你会选哪一首？我觉得就是不要回头吧。那说到这是第1张专辑嘛，你觉得第1张专辑于你而言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一些我自己想要说的话吧，就这么简单。单曲循环最多的呢是哪首歌？我吗？自己会单曲循环。其实我特别喜欢漂流。有听了多少遍？很多遍吧。所以日常中是习惯会去单曲循环自己歌的人吗？我是在单曲发布之前，然后反复听，因为要找一些问题。发布之后，听的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偶尔也会听一听。对，偶尔也会看看大家的留言，然后一些反馈。这张专辑大家等了很久，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想到要做一张专辑的？很早，我记得应该是21年，对吧？21年的时候，对。那其实很久了。很久很久，因为这些歌其实都是我选了很久很久，甚至是有些歌是跟制作人是一起在寻找，然后一起在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是很用心的对待这一个事情的。我不想把这个事情变得说是你要做一个歌曲的事情，然后去做。我是想说，那我是真的想要分享这首歌出来，真的可以代表我才愿意去把它收录进来。那其实这个惊喜也舞了很久，中途有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吗？还好，很会保密。然后因为工作的机会，这些年也去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嘛。你自己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最喜欢旅行的地方，相对来说是瑞士吧。因为可能比较安静。那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想去的旅行目的地？很多，世界这么大，应该多出去看看。如果有机会的话。记得去年在这个地方采访你的时候，你说就是新一年希望能够一个人旅行，后来这个梦想实现了吗？没有一个人旅行，但是也有跟家人一起旅行，其实也挺棒的。对，可能是一个不一样的收获。那说到2025年，有给自己什么 KPI 吗？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但是我是觉得不想给自己去设限一些东西吧，所以就是先做好每一步。其实每次都是这样，先干好手上的事情，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然后刚才一开始有讲到，就以前可能喜欢的是杨过，现在变成了就是郭靖的感觉，从桀骜不驯变成一个这个可能更加坚持然后善良的人。就你觉得，就比如说从这2个角色的这种改变上，你觉得自己这10年会有什么样的心境或者性格上的变化吗？其实我刚自己也想了一下，私底下，我觉得杨过可能是在当下自己很想成为的那个样子，对。但是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呢，所以我觉得人也是会成长。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能在郭靖身上
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呢？因为我觉得我也成长了，不再是想要变成某一个样子，而是要成为更好的自己。非常好的回答。好，我们也期待下一个10年更好的肖战。好，谢谢张哥，谢谢大家。